哇，我们等待了很久的 NVIDIA 业绩终于出来咯，现在能买吗？ NVIDIA 在过去1年已经涨了好几倍了，现在出了业绩之后，盘后还居然能够继续大涨，那到底现在还能买 NVIDIA 吗？今天跟大家分享第4个季度的业绩报告之前，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 NVIDIA 在过去1年半涨了这么多，并且成为了股王，而且会分享给你这些股王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捕捉和判断呢？那记得要留到最后哦。首先，我们要用老板的思维来看股票 NVIDIA 这个股票它有以下的几个优势，分别是享受新科技的发展趋势、行业发展的上升期、行业龙头地位和强劲的业务增长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科技的发展趋势。在2023年6月30号的 YouTube 影片，我们也跟大家探讨过 AI 将会是人类第5次的技术革命，而每一次的技术革命也会有很多的公司企业会受到红利。在第1次的蒸汽纺织革命当中，受益的 James Watt and Companies， 它的年收入是在当时候增长了超过17倍。在第2次的钢铁与铁路的技术革命当中 ，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年收入暴力式的从1.32亿的美元增长到了19.4亿的美元。接着从石油的汽车时代 ，ExxonMobil 的年收入也在那个时候增长了4倍。再到上一次的技术革命的电气时代，运输的工具突破，工厂大规模生产，造就了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全球化的贸易，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。所以现在第5次人类史上重要的技术革命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公司都在准备发展自己的 AI 模型，包括微软、谷歌、脸书等等这些大企业公司。根据 Bloomberg 的研究显示，生成式 AI 的市场呢即将爆发，在未来的10年当中，会从2023年的670亿的美元市场规模，会成长到超过1.3兆亿的美元。这个成长率可以说是以每年复合年增长率42%的增长，而这也导致了第2点，半导体行业在过去1年也是重新进入了整体的行业上升周期。在过去1年当中，有很多的企业也加入了 AI 的赛道，但无论是哪一家公司，他们背后其实都是需要大量的零件来制造他们的模型，当中也包括了半导体的晶片，而 NVIDIA 就是那个卖晶片零件的公司。我们看到 Meta 已经花费了巨资购买了35万块 NVIDIA H100 型号的 AI 晶片，微软也是过去 NVIDIA H100 晶片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客户。其他的企业，例如 Google、Amazon、百度、腾讯等等，他们都是 NVIDIA 的客户，甚至就连印度的资料中心运营商 Yotta， 它也在宣布，它将会在2025年部署购买超过32000个 NVIDIA 的晶片。这里我们也可以透过技术图表来观察到，在2023年到现在，其实整体的 S&P 500的大势涨了超过31%，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美股半导体当中的 ETF SOXX， 在同期里面它是涨了超过82%，是远远跑赢了大势。所以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也可以判断半导体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行业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个因素， NVIDIA 可以说是现在行业当中的龙头，无论是出货量、市场份额还是营业增长率，都是远远要比它的竞争对手 AMD 要强。而为什么我们要投资龙头企业呢？因为龙头企业它更有竞争的优势，这些龙头企业它的赚钱能力也是远远要比第2名强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图，就能发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龙头股，为什么龙头股那么重要。我们拿 NVIDIA 跟 AMD 这2家公司的股价去对比，从2023年到现在，我们可以发现 NVIDIA 它涨的会比 AMD 更多。那由此可见，我们可以发现选择龙头股是十分重要的。那第4个因素就是因为以上的几点导致了 NVIDIA 的订单多了很多，无论是营业额或者是销货量呢，都是几何式的翻倍。就在刚刚发布的第4个季度的业绩报告显示， NVIDIA 的营收已经达到了204亿的美元，环比增长了22%，同比的数字呢是增加了265%，是远远高于市场的预期。而当中我们看到它最大的营收来源来自于数据中心，它的营收达到了184亿，同比增长超过了4倍。而 NVIDIA 的创办人 Jensen Huang 也表示，现在加速运算和产生人工智慧已经达到了临界点，全球各地的公司、行业或者是国家的需求都在大量的增加，
包括来自于大型云服务的提供商，或者是来自于企业软件和互联网公司，甚至是汽车、金融服务、医疗行业等等。而科技巨头 Amazon、Google、Microsoft 和 Meta 这些大客户几乎是占了 NVIDIA 收入的40%，而 NVIDIA 的净利润已经是达到了123亿，同比增长超过了765%，而 Non-GAAP 的每股收益也达到了5块1毛6，同比增长486%。我们看到以上的增长十分夸张，除了远远高于预期之外，也能够看到它因为订单大增而导致了它赚了这么多钱。那 NVIDIA 现在还能买吗？它的业绩这么强劲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，所以它短期之内很有机会还会继续涨，甚至是破顶。那当然，现在才买 NVIDIA 是有点高追了，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 PE 已经达到了389，而就算我们把现在亮丽的盈利打进去，看未来的市盈率也高达89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股价已经把 NVIDIA 未来的高速增长也基本上 price in 反映在股价里面了。那如果在未来 NVIDIA 的盈利增长没有现在市场预期的那么多，包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不会有它的竞争对手的产品出现？我们看到最新出来了一个 GROQ 的产品，它的性能要比 NVIDIA 更加的强，我们感觉这个新的产品在市占率方面可能对 NVIDIA 的影响不是太大，也就是说 NVIDIA 的营收会继续的增长，但是一旦竞争多了，会不会影响 NVIDIA 要开始打价格战，从而影响它的毛利率？又或者有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之后，投资者会不会在讲故事的时候 NVIDIA 已经不再是那个唯一的卖军火的供应商？一旦这个故事改变的话，现在对 NVIDIA 这个估值也会有所改变，甚至再高一个维度，中美关系影响到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，这里有很多的未来是现在不知道的。那如果有这些黑天鹅的发生的话， NVIDIA 这么高的 PE， 这么高的股价，有可能随时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。现在高追的确是有点高风险，虽然我们还是看好 NVIDIA 的股价长远还有增长的机会，但是也要考虑到风险，因为投资不光是要考虑回报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风险哦。当然，最好的是 NVIDIA 如果能回到200块以下去买它的话，那就胜算很高咯。NVIDIA 会不会到200块以下？可能性已经很低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回1到2年前，它还没有增长的话，那 NVIDIA 是不是更加值得投资呢？如果我们错过了在200块以下买到 NVIDIA， 不要紧，我们还可以看下一个 NVIDIA 或者 SMCI 咯。爸爸，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呢，在新年的前后呢，我们有一个选10倍股的比赛。那现在看来呢，你是遥遥领先哦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爸爸，你上次给我一个10倍股叫 NVIDIA。那其实 Rich 也不错啊，他也找到了 SMCI 啊。其实我当时候很菜的，只不过我在去年学习了七爸爸给大家的10倍股投资秘籍，所以我在过去这1年提升了很多。其实找到 NVIDIA 或者 SMCI 不是我或者 Rich 厉害，而是这套武功厉害哦。如果大家想找到这套寻找10倍股的秘籍，在下面的资讯栏自己找咯。那今天我们是凌晨5点就起床给大家看业绩报告咯，所以大家给我们一个赞，给自己一个赞吧。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，也欢迎大家留言，我们一起集思广益，寻找下一个10倍股。